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一次伸手一生情》故事解说。人到45岁的外卖员张正，一辈子做人坦荡，行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一次纯粹的善意救人之举，竟然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，险些背上肇事的罪名，甚至穿上囚服。生活里的张正一直活得坚韧又顾家，为了撑起整个家庭，他常年辛苦奔波，从不舍得懈怠。平日里，张正时常会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难处。母亲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，医疗开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这一次，他再次拜托熟识的赵医生，先行让会计垫付了母亲的复查费用，还诚恳地和赵医生说明，等到下个月发了工资，就第一时间把欠款补上。赵医生十分了解张正的家境和为人，知道张正的女儿即将高考，大学学费还差整整3万块，正是用钱的关键时候，便好心劝说张正不用急于还钱，让他先把钱留出来，给女儿凑学费，保障孩子的学业。同时，赵医生也心疼已经45岁的张正，常年超负荷劳作，忍不住叮嘱他不要太过拼命，凡事量力而行，多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面对旁人的劝解，张正心态十分坚定。在他看来，45岁依旧身强力壮，完全有能力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。只要自己多努力一点，家人的生活就能安稳一点。与此同时，一位身份尊贵的老者萧云国正被自家子女细致周全的安顿生活。子女们十分挂念独自回乡的萧云国，特意在云城宾馆包下了整层8楼的房间，安排了专业安保人员全程值守，只为让老人住得安全安心。考虑到萧云国常年服药，身体有基础病症，子女们还专门让药剂师重新整理了他的胰岛素和救心丸，特意区分摆放位置，外侧内盒专门放置救心丸，避免老人拿错药物。除此之外，子女们细心询问老人是否按时服用了降压药，还主动提出帮老人查询老战友的户籍信息，帮老人完成寻人心愿。子女无微不至的安排让萧云国倍感无奈，他忍不住感慨自己只是回乡探亲，却被家人安排的如同出公差一般繁琐。随后便挂断了和子女的通话。时隔30-40年再次回到故乡，眼前的城市与街道早已焕然一新，巨大的变化让萧云国完全认不出曾经的模样。回乡寻救的萧云国在路上看到年轻的张正，便开口将他唤住，向对方打听洪湖供销社的位置。张正听到老人的询问，立刻礼貌回应，耐心倾听老人的需求。交谈间，张正敏锐发现萧云国的嘴唇呈现出不正常的紫色，凭借常识判断老人大概率是心脏出现了不适。萧云国随即告知张正，自己本身患有心脏病，随时可能突发不适。得知情况紧急，张正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拿出自己刚刚为母亲从药房配好的救心丸，让萧云国及时含服，帮助老人缓解心脏不适。萧云国服药后症状逐渐缓和，对热心相助的张正满心感激，连连向他道谢。萧云国告诉张正，自己此次回乡是专门探亲，核心心愿就是找到当年在洪湖供销社相识的老战友。张正听闻后，如实告知老人，洪湖供销社早已不复存在，自己曾经就在供销社工作，10年前这里就已经拆除重建，如今变成了大型商场。得知旧址拆除，萧云国瞬间心绪低落，担心再也找不到失联多年的老战友。张正见状连忙温柔宽慰老人，即便老地方已经消失，但故人大概率还在本地，只要耐心慢慢打听，终究能够找到想见的人。同时他贴心提醒老人，当下天气炎热，独自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，注意身体，因为还有外卖订单需要派送。张正不便久留，和老人道别后便匆匆离开。看着张正真诚善良的背影，萧云国内心满是感慨，由衷觉得老家的人心地淳朴实在，格外温暖。他当即拿出手机拍下了街边的画面，打算发到家族群里，让家里的晚辈们看看，世间依旧存有这般纯粹的善意。可谁也没有料到，萧云国刚平复好情绪，起身没多久就突然重重摔倒在地，头部磕碰出血，伤势看起来十分严重。路边路过的行人看到倒地的老人，纷纷驻足观望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。周围的路人纷纷出言劝阻，提醒大家如今碰瓷事件频发，贸然搀扶老人很容易被讹诈，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后续的纠纷和赔偿。尤其是靠跑外卖谋生的张正，每天收入微薄，一旦被讹诈，只会得不偿失。众人纷纷提议不要触碰倒地的老人，直接拨打120，等待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前来处理。看着倒地昏迷、气息微弱的萧云国，张正深知老人本身患有心脏病，根本耽误不起时间，一旦错过最佳救治时机，很可能会危及生命。他顾不上旁人的劝阻，也全然不顾被讹诈的风险，果断背起倒地的老人，朝着就近的医院快步赶去，一心只想救人。抵达医院后，
经过医护人员紧急检查，确认萧云国身体状况极度危险，幸亏张正送医及时，才保住了性命，但必须立刻安排心脏手术，否则依旧有生命危险。医护人员当即催促家属尽快缴纳手术费用，为手术争取时间。现场没有老人的家属，救人心切的张正顾不上多想，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准备缴费，可接连几次都无法顺利操作。即便遇到阻碍，张正也没有丝毫退缩。在他眼中，人命大于一切，无论如何都要先垫付费用，保住老人的性命。就在张正准备自行垫付全部手术费时，他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医院。妻子看到眼前的场景，瞬间又急又气，直言若是自己没有赶来，张正怕是要为了一个陌生老人掏空整个家底。张正的女儿也紧随其后赶到，担忧地询问老人的情况。张正安抚好家人的情绪，立刻让妻子把银行卡给自己，想要尽快完成缴费，推进手术流程。妻子彻底无法理解张正的做法，满心委屈地指责他，卡里的钱本就捉襟见肘，连母亲的复查手术费和女儿的大学学费都不够，他竟然毫不犹豫拿去给素不相识的陌生老人治病，实在是太过冲动。面对妻子的质问，张正始终坚持自己的本心。他告诉家人，老人病情危急，不及时手术就会失去生命，任何人都不能见死不救。妻子依旧无法释怀，下意识怀疑老人是张正撞倒的，不然他不会如此义无反顾。张正立刻否认了妻子的猜测，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单纯救人，并非肇事者。一旁懂事的女儿十分理解父亲的善良，主动开口劝解母亲，直言父亲的行为是见义勇为，助人为乐。他还宽慰父母，自己的大学学费不用着急，等高考结束后，他可以利用暑假打临时工赚取学费，不必为此为难。女儿的懂事和张正的固执，让妻子又气又无奈，只觉得一家人都要被张正的执拗气坏。此时手术室门口，张正轻声安抚着尚未完全昏迷的萧云国，让老人安心配合手术，有医护人员照料，一定会平安无事。萧云国在模糊的意识中，牢牢记住了这位救自己性命的年轻人，虚弱的开口告知张正，可以用自己的手机联系子女，他的家人一定会重金报答这份救命之恩。话音刚落，萧云国就被医护人员推进手术室，家属不得继续陪同。看着紧闭的手术室大门，张正心里泛起一丝顾虑。他和家人商量，老人既然有子女，等对方醒来后，一定要及时联系家属。自己垫付的巨额手术费不能白白付出，避免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。可众人这时才发现，老人的手机已经摔坏，无法开机，也不知道开机密码，根本无法联系家属，只能耐心等待老人术后苏醒。另一边，萧氏集团的总裁，也就是萧云国的儿子，突然收到手机系统警报，父亲的手机触发了暴力破解定位预警，定位精准显示在市第一医院。察觉到异常的他瞬间慌了神，立刻召集大姐、二哥、四妹，告知众人父亲出事，有人在强行操作父亲的手机。萧总当即下令彻查操作父亲手机的人。很快，团队调取到父亲手机云端最后同步的一张照片，画面中只有一个身穿外卖服的背影。仅凭这一个背影，萧家人便先入为主，笃定是这名外卖员撞倒了父亲，趁着父亲昏迷，想要强行打开手机盗取钱财。愤怒的萧总立刻安排私人飞机赶往云城，满心怒火的他暗暗发誓，胆敢伤害自己的父亲，一定要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萧家人满心怨愤，纷纷吐槽一个大男人靠着送外卖谋生，伺候他人，实在不堪，满心认定张正心怀不轨。医院这边手术顺利完成，萧云国的各项身体指标逐渐平稳，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张正一家人连日轮流守在医院，悉心照料老人，主动垫付所有费用，尽心尽力，毫无怨言。医护人员看在眼里，忍不住夸赞张家一家人心地善良，不仅主动垫钱救人，还全程贴心照料。等老人的家属赶来，必定会重金酬谢他们。面对夸赞，张正家人始终淡然表示，救人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不求任何回报，只要老人能够平安康复就足够了。不久后，萧云国的女儿率先赶到医院，看到病床上的父亲，再结合查到的线索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认定身穿外卖服的张正就是撞倒父亲的肇事者，怒斥张正撞人之后，还假意好心将父亲送来医院，伪装成救人的好人。萧家人态度强硬，当即放出狠话，连夜乘坐飞机赶往云城，还告知张正，第二天早上8点，律师函就会正式送达，今晚是他最后一次好好辩解的机会。由于萧云国术后迟迟没有苏醒，萧家人始终认定是张正撞击老人后拖延救治时间，才导致老人昏迷不醒。突如其来的污蔑和官司，给张正一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张正的母亲本就患有心脏病，
身体孱弱，根本承受不住这般无端的惊吓和压力，身体状况急剧变差。走投无路的张正满心无奈，卑微向萧家人求情，恳求对方高抬贵手，体谅母亲的身体状况，不要继续施压。可萧家人态度冷漠强硬，直言在父亲彻底苏醒、脱离危险之前，张家任何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，一切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。即便身陷绝境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污蔑，张正依旧坚守本心，坚决不肯承认莫须有的罪名。他当众反问所有人，如果真的是自己撞倒的老人，自己完全可以直接逃离现场，根本没必要冒着被讹诈的风险，背着老人奔赴医院，更不会掏空自家积蓄，为陌生老人垫付高额的手术费。可萧家人早已先入为主，根本不听张正的辩解。他们认为张正迟迟不肯逃离，执意救人垫钱，是偶然发现了父亲的特殊身份，知晓父亲地位显赫，想要故意碰瓷，冒领救命恩人的功劳，借此攀附萧家。在法庭之上，萧家律师更是当众陈述，萧云国并非普通老人，是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。他们笃定张正是发现了老人的特殊身份，心生贪念，撞倒功勋老人后假意施救，在法庭上刻意演戏，博取同情。面对所有污蔑和指责，张正百口莫辩。他反复强调自己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老人的身份，自己只是单纯救人，从未撞人，也从未贪图任何好处。他当众表示自己有证据能够证明清白，洗刷身上的冤屈。萧家人见状，当即抛出诱人的条件，许诺只要张正主动认罪，他们就安排全球顶尖的医疗团队为张正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做手术，还能动用资源让即将高考的张正女儿进入全国顶尖大学就读，享受最优的教育资源。一旁的女儿十分坚定地信任父亲，当众表明自己永远相信父亲的为人，让父亲不要被迫认罪。可现场所有人都纷纷劝说张正认罪，认为萧家已经主动给出台阶，主动认罪是最明智的选择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即便身处绝境，面对诱人的优厚条件，张正依旧不为所动。他明确表示，这些馈赠和好处自己一概不要，自己所求的从来不是回报，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真相，只想洗刷自己的冤屈。随后，张正向法官举证，自己的外卖车上安装了站点统一配备的行车记录仪，事发当天的全部经过都被记录仪完整记录下来，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可经过核查后，法庭告知张正，他的行车记录仪因内存不足，事发时的录像已经被后续的订单录像彻底覆盖，无法作为证据使用。证据作废让张正陷入绝境，但他依旧没有放弃，立刻想起事发路口斜对面的五金店，店铺门口的监控正对马路，完整覆盖事发区域。自己搀扶老人之前，老人就已经倒地，这段画面一定会被监控完整拍下，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法庭当即表示可以依法调取商铺监控，但商铺监控大多为短周期覆盖，能否调取到原始有效片段，还需要时间核实。张正郑重恳请法官给予自己核实的时间，自己问心无愧，绝对经得起调查。萧家律师立刻抓住漏洞反驳，距离事发已经过去整整1个月，普通商用监控的存储周期仅有7到15天，大概率已经自动覆盖，还存在损坏、断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。将洗清冤屈的希望寄托在一段大概率不存在的录像上，根本就是拖延时间。萧家众人纷纷附和，怒斥张正，直言他拖延的不是庭审时间，是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萧云国老人的性命。一时间，法庭之上舆论一边倒，所有人都在指责张正。就在庭审僵持之际，张正的家人突然闯入法庭，满脸绝望地诉说家中遭遇的不公待遇。因为这场莫须有的官司，张家的家门被人泼满红漆，一家人被房东赶出家门，无家可归。家人含泪哭诉，若是再得不到公正的判决，一家人迟早会被生生逼死。众人看到现场情绪激动，不停比划手势的张正母亲，得知张正的婆婆是一位聋哑人，旁人解读老人的手势，称老人是想要替儿子顶罪，主动承认是自己撞倒了老人。孝顺的张正不忍心年迈母亲承担罪责，才主动揽下所有事，送老人就医。张正的女儿立刻扶起跪地的奶奶，强忍泪水，坚定表示父亲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该下跪认错的从来不是他们一家人。他悲愤质问众人，善良救人却惨遭冤枉，处处受委屈，这世间根本没有公道可言，他们一家人绝对不会向无端的污蔑低头。就在一家人陷入绝境、满心绝望之际，医院传来消息，术后的萧云国终于苏醒过来。医护人员告知萧云国，他的心脏手术十分成功，能够顺利脱险，多亏了事发时及时服用了救心丸，才撑到了手术救治。萧云国清醒后，第一时间告知身边的家人，
自己突发心脏病晕倒，是一位好心的外卖小伙子给自己喂了救心丸，还义无反顾将自己送到医院救治。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并非撞倒自己的肇事者。家人得知真相后瞬间愣住，这才意识到一家人从头到尾都错怪了善良的张正。萧云国随即想起自己苏醒前那张引发误会的照片，正是自己服药缓过来之后特意拍下的好心人背影。原本是想发到家族群，让晚辈们学习这份淳朴善良，万万没想到竟然成了污蔑恩人的证据。得知自己的子女不仅错怪了救命恩人，还将恩人告上法庭，让对方一家受尽委屈。萧云国又气又急，不顾刚刚做完大手术尚未恢复的身体，执意让人推着自己赶往法院，一心要为救命恩人澄清所有误会，还要让一众不知真相、恩将仇报的子女向张正诚恳赔罪，跪地请罪。萧云国赶到法庭时，庭审仍在继续，法官依旧秉持法律原则，强调法庭只讲证据，不讲人情，要求原告继续呈上有效证据。萧家众人拿出那张关键背影照片，笃定这是张正肇事逃逸的证据，咬定张正罪证确凿。面对铁一般的证据，张正终于明白照片的由来。他解释这是自己最初搀扶老人时，老人拍下的画面，自己从未肇事，全程都在救人。可这番苍白的解释根本无人相信，反而被众人当成是垂死挣扎的狡辩。就连张正的妻子在长久的压力和煎熬下也逐渐动摇，满心疲惫地劝说丈夫，如果真的没有证据，不如干脆认罪。她含泪诉说，家里早已不堪重负，母亲的心脏病不能继续拖延，女儿的高考和未来更是耽误不起，一家人实在熬不住了。法官再次询问张正是否还有能够自证清白的证据，调取五金店监控依旧没有结果。张正彻底没有了任何证据，陷入绝境。在所有人的逼迫和舆论压力下，心力交瘁的张正最终选择妥协，主动承认罪名，愿意接受所有惩罚。就在众人以为庭审即将落幕之际，年满19岁、已经具备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女儿突然站出来主动认罪，声称老人是自己撞倒的，父亲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甘愿顶罪，恳请法官和萧家放过年迈的奶奶和辛苦的父亲，所有罪责由自己一人承担。父女二人争相认罪的画面让全场陷入沉默。就在法官即将正式宣判结果的瞬间，急火攻心，情绪激动的萧云国再次突发心脏不适，现场众人瞬间慌乱，连忙呼喊急救人员，询问在场众人是否携带速效救心丸。慌乱之中，无人随身携带药物。危急时刻，张正的妻子立刻让女儿拿出家里特制的救心丸，想要给萧云国服用救人。家人连忙阻拦，提醒他刚刚萧家众人还执意要将张正定罪，此刻若是给老人喂药，一旦出现任何意外，一家人根本百口莫辩，会再次陷入更大的麻烦。但张正妻子心中只有人命大义，不愿见死不救，毅然将药物递给医护人员。萧家众人依旧满心戒备，放狠话表示，若是老人服用这颗药物出现任何问题，必定让张家全家承担所有后果。医护人员当场查验药物，确认这是正规温和的纯中成药特制救心丸，药效比普通西药救心丸更加稳妥安全。此时张家众人也道出真相，这盒救心丸并非市面购买，是张正多年来专门为患病母亲找老大夫开具专属药方，定期去药房抓药配制而成的专属药物。真相至此彻底水落石出，医护人员和在场众人终于完全确认，当初救下萧云国性命的正是这盒特制救心丸，而全程行善救人、从未作恶的张正，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。萧云国缓过气息后，当众亲口证实，张正是2次救下自己性命的救命恩人。第一次是自己问路时突发心脏病，张正赠药施救；第二次是自己晕倒路边，张正不顾风险送医垫钱。萧家子女不分青红皂白，恩将仇报的行为让他愤怒至极。萧云国当众怒斥一众晚辈，直言萧家世代立身，最重恩情与道义，比起家族颜面，恩人的清白和委屈才是重中之重。他当场立下规矩，张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是萧家的贵人，日后家族任何人若是怠慢得罪张正，直接逐出萧家，不再是萧家后人。面对父亲的怒火和确凿的真相，萧家子女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纷纷坦白认错。他们交代，因为事发路段监控缺失，找不到有效证据，又恰逢老人昏迷，众人焦急万分，便先入为主冤枉了张正，还动用力量打压张家，让一家人受尽磨难。除此之外，依附萧家的旁人还多次上门骚扰张家，向张家门口丢垃圾、泼脏物，肆意报复，让张家苦不堪言。看着受尽委屈、被逼迫至绝境的救命恩人，萧云国满心愧疚，强忍身体不适，当即下令备车，
要带着所有家人亲自登门拜访，向张正一家诚恳赔罪，郑重道歉，弥补一家人所受的所有委屈和伤害。历经一场无妄之灾，张正一家人终于得以洗清冤屈，满心疲惫地回到租住的家中。本以为所有糟心事就此结束，生活能够回归平静，可刚到家，房东就立刻上门驱赶，态度极其恶劣。房东直言，如今全网都在流传张正得罪萧家大人物的消息，房子沾染了晦气，自己的小庙容不下张正这尊惹祸的瘟神，哪怕租房合同尚未到期，押金未退，也坚决要将张家一家人赶走，不愿再与之有任何牵扯。张正一家人无奈解释，所有事情都是误会，如今真相已经大白，自己是救人的好人，并非肇事者，法庭也已经宣判他们无罪。房东听闻真相，瞬间心生忌惮，这才知晓自己险些得罪萧家亲自致歉的恩人，态度当场发生转变，再也不敢随意驱赶张家众人。风波彻底落幕，回望整场事件，45岁的张正一生坦荡做人，勤恳顾家，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，坚守本心，见义勇为，却无端蒙受不白之冤，受尽世人猜忌、污蔑和打压。即便身陷绝境，受尽委屈，他也始终坚守善良，不肯低头妥协，只求一身清白，不负本心，不负善意。